传统的中国画颜料，它一般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两大类。从使用历史上来讲，应先有矿物，后有植物。远古时的岩画上留下的鲜艳色泽，根据化验后发现是使用了矿物颜料，如朱砂。矿物颜料的显著特点是不易褪色，色彩鲜艳。植物颜料主要是从树木、花卉中提炼出来的。在现代，我们把国画颜料中的成分和特点分为3个种类：一是矿物颜料，如朱砂、赭石、石青、石绿、石黄、白粉、金粉、银粉等；二是植物颜料，如花青、藤黄、胭脂和洋红；三是化学颜料，如曙红、深红、大红、略黄、天蓝等。除赭石等少数矿物颜料外，多数矿物颜料都具有渗化性差、不透明性、遮盖力比较强的特点。由于这类颜料源于矿物质，虽经千年亦可保持其鲜艳的色彩。植物颜料和化学颜料渗化性比较好，透明度比较高，除藤黄等少数颜料外，大多没有遮盖能力，故一般不以色盖色。这正是中国画必须下笔准确，忌反复修改的原因。因此，想要画好中国画，对颜料的认识和使用是非常重要的。赭石，赭石色矿物类，但其质地比较轻，半透明，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调和其他的颜料使用，是一种非常用途广泛的颜料。在淡彩山水中，常作为山石、树干的主色，也可用于画夕阳返照下的远山。在花鸟绘画中，常与墨调和成赭墨，或与其他颜色调和或混合使用，多用于画枝干、领毛。在人物画中，常用于人物皮肤的底色，调入花青或者绿色，可用于画远山、老叶子。赭石加藤黄为赭黄，用于深秋黄叶、秋景中的土坡、草间的细路。草绿中加入赭石，调成苍绿，用于秋天的石坡、土路。朱砂，矿物类，为天然汞化物，近代也有人工合成的朱砂，遮盖力比较强，一般是单独使用，且多用浓重之原色点秋天的红叶、花、亭台栏杆，不易与石青、石绿调和使用。实际上，所有的矿物颜料除胭脂外，一般都不易与植物色相调和。石青，矿物类，遮盖力比较强，在青绿山水画中用于照染突出部位的山石，是青绿山水之主色。在石青制作的过程中，将石料研磨成态后，按其质地轻重，又可将石青分为头青、二青、三青、四青。一般山水画只用质地较轻的二青、三青，多用于点夹叶、行点台。因石青相对粗糙，染山石时一般要分几次，逐步上足色彩。待第一遍干后，再着第二遍，即在未干时反复涂抹。石绿色，矿物类，遮盖力比较强，成态后也可以分为头绿、二绿、三绿、四绿。头绿质地较重，颜色比较深，山水画中较少使用。二绿、三绿在淡彩、
重彩、山水画中使用较为广泛。石绿可与草绿，如花青加藤黄所调成的草绿结合使用。此时需要用套色法，或用草绿打底，待干后照石绿，或先用石绿平涂，待干后再染草绿。白色，矿物类或人工合成，有铅白、锌白、蛤粉等。铅管所装的又称锌钛白，不透明，画云、雪、瀑布、花鸟、人物等均需用之。锌钛白还可以与花青、藤黄、赭石乃至墨调和使用，但其使用较难把握。如画杨柳干即可调入绿色。花青，植物类或人工合成，半透明，可与藤黄、洋红、赭石、白粉等多种颜料调和，用途极为广泛，画山、石、草、木、云、水、灯等均需用花青或其调和色，与藤黄调和，依据不同的比例，可调和出各种绿色。花青调墨后称为花青墨，其色为墨绿、罗青，与曙红或胭脂调和后为紫色。藤黄，植物类，是藤本植物的树脂所制，有毒，不能入口。铅管装藤黄有一定的遮盖能力，在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画中既可单独使用，又可与其他许多色彩或墨可调成橄榄绿调和使用，用途比较广泛，与洋红、朱标或胭脂可调成橙色，与赭石调和可成檀色，天然的藤黄呈赭石色。曙红，又称西洋红，植物类或人工合成，半透明，在花鸟画中多单独或调和后，用于画花、红叶、蔬果，用途广泛。在山水画中多用于画亭台、屋顶、红叶等，在人物画中多用于面、唇、底饰等。胭脂，植物类，为胭脂花制品，半透明，在山水画中用于春天的桃花与秋天的红叶，在花鸟画中可用于画紫红色的蔬果、领毛、花、叶、芽苞，也有用其点花心、勾叶筋等。在人物画中可用于画人物棉布、衣饰、花卉配景等。胭脂与曙红、朱标可调出各种红色系的色相，调入墨则成为紫色，调入赭石则成赭色胭脂。大红与曙红色彩比较相近，略淡于曙红，用法与曙红类相同。雄黄、雌黄，矿物类，在山水画中仅用于点秋景、夹叶、秋景台，画大片成熟的庄稼，可先用赭石、藤黄染湿后，再点石黄，以示成熟。金粉，矿物类，除一般进口的金粉外，还有佛赤金、佛赤泥金、青赤泥金，系用金箔研成，前者色相正偏暖，后者发青偏冷，用于重彩山水画和工笔人物、花鸟画。
一般在勾芡时才使用。银粉，矿物类，用途与金粉类相同。